加减饭喽！大家看，这碗饭不只是一碗白米饭，它香喷喷的，煮进了浓浓的乡土味，还有人情味。今天我这个迎春囝终于可以回来了。吃这碗饭不是为了解乡愁，而是要真真切切的尝尝这家乡味到底是什么滋味。镜头前的这个宁静山村就是永春县五岭村，它是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先生的祖籍地，现在正在成为一个理想的养老村的模范。这里提供免费午餐，让老人们有的吃，有的动，也有人陪。这个了不起的想法是谁带头实现的呢？吴村长你好。你好。你担任五岭村的村长已经是第3届了，是怎么样的初心让你决定承担这一份责任？这个是这样子的，最开始15年正好是我们老村长要退下来，然后村里的乡贤就是去我家，就是说村里现在老村长要退下来了你能不能回家去担任起这个重任？然后我就想想说，反正毕竟我的加工厂也在永春，那离家也很近。后来考虑一下说，那可以，我就回来村里做这个村长。那我们再问一问我们的吴村长，我知道五岭村地处山区嘛，那交通相对的不是很方便，你可否描绘一下目前村里的人口结构？现在五岭村户籍人口是890人，然后分3个角落5个小组，现有5个姓氏，姓吴呢极多，姓吴有600多个，然后姓陈是200个左右，一户姓郭，一户姓郑的是70、80年代上山下乡来这边帮助五岭然后还有一个姓方的，他现在基本上也是都在国外，然后现在五岭的常住人口就200个左右。以老人居多，基本上没有年轻人在老家了，都是50、60岁以上的人，或者全村现在小孩子也不超过10个人了。自从你上任之后呢，你认为村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15年，全村当时就是说，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是村集体的经济，当时都是比较不好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建档立卡贫困村。然后我回来之后，我们就规划，第一步就先规划村庄的要怎么建设，当时就请专业人员来给我们规划。17年我们开始全村整治把所有的楼房装修或者平改坡还有这些绿化建设还有一些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就是所有的道路，我们现在全部给它户都有水泥道路硬化到入户。然后特别是这2、3年，我们从20年我们就纳入省级的乡村振兴试点村，这是一个大的突破，就从省级建档立卡贫困村到一个省级乡村振兴试点村的一个转化。那到这个试点村，我们就开始谋划如何壮大村集体。这几年就是我们在不断的谋划一些项目，特别是像方山开发上来种永春的芦柑，还有像我们的永春金豆，它这个金豆现在已经纳入国家的2级保护植物，因为毕竟永春的养鼻散里面的一个药级就是永春金豆，然后我们就整村规划把方山开发了70亩，种了1万多棵的那个金豆，这个也可以增加10几万的村财收入。那2022年我们就开始建设，可以说是山村里面的第一栋养老院到今年年底我们就应该可以把它运营上来了，现在已经承包给第三方，计划是12月份就开始运营这个现在出租出去，我们可以增加了19万的村财收入，那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自己算一下，我们的村财已经是突破50万以上有一点就是说，我们村财有了，你要建设什么？特别是就是我们这个免费午餐，整个县的这个免费午餐的运作运营，我们这边
也是算做得比较好的。我是觉得这个免费午餐的构思呢是非常有创意，你的灵感是从何而来的啊？这个就是要从18年我们每年的年底都会有一个乡贤座谈，那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了嘛，外出做生意大家眼光都好了，那回来我们座谈的时候，有的村民就给我们提议说别的地方都有这个教育基金，因为福阳其实是一个教育之乡，福阳的可以说大家对教育非常重视，所以说乡贤回来有提这个意见，我们当时也采纳，我们说这个很好。后来我们自己结合我们本村，就是说老人居多，第一年村民提出来了，第二年年中我们就是又召集了村民回来座谈，就是说那既然大家有那么好的想法，那我们给它搞大一点，那就是看能不能弄个地方，让有老人家有个好的去处，可以在那边坐在一起聊聊天之后，然后吃个餐，然后吃完餐大家又可以回去自己种，自己家里要做什么，种田要做什么都可以，那大家一拍即合，那就年底我们就当年的中秋节，我们就正式给他这个免费午餐，我们就给他1年上来了。当年我们就集了差不多20万左右，也是得到了乡亲们的大力支持的，就是。那么这个免费午餐是谁准备的呢？是谁去煮准备这些食物呢？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来了。因为第一，我们刚开始我们也是没有经验，我们去找隔壁乡镇的，他们比较有一个乡镇叫苏坑镇，他是最早1年上来的，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学习，说你们怎么运营然后资金你们是怎么筹集的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再以我们当地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给它优化。后来煮饭这一块，大家就是回来跟这些老人家乡贤做一做，大家就说这个很简单啦，1人1组1个礼拜嘛，1个月就分成4组，那就1组1个礼拜，就不管是煮饭也好洗菜煮饭打扫卫生这一块，就这一组你全部要完成掉，剩下的3组你就可以自由活动，可以玩打打台球或者打打乒乓球看看书写写字这是其一。其二就是说，你这些不管是这些贫困户、低保户或者是弱势群体，他每天都会来吃。如果举个例子，今天有来吃，明天没来吃，我们就会注重到说，这个人是不是发生什么事？然后我们就赶快去看。这是安全的问题，给这些外出做生意的村民一个保障，说家里的老人不知道怎么样，可能平常他就一直挂念的说我妈妈在家里会怎么样。那自从他来这边吃完之后，我们有这个机构，就是说你没来我们会去看，来了到这边可以有一个好的活动场所，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就不会有孤单感，然后吃完饭又有一个保障，要不然平常可能经常大家农村，特别是农村就会经常说1餐煮1顿吃3餐，其实我自己中午煮一下，晚上就才要再热一下吃了，也是很正常的了。所以间接鼓励老年人出来活动。对因为我们选的点就是以村的中心点，最远的就是差不多800米，他就用左路散步过来吃完饭再走路回去。我们办这个免费午餐，其实最关键的是钱了，有钱了什么都好办事。那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是小山村，我们搞了5种模式。第一就是一个留本兼息，就像银行的分期付款。就是认1万块，你每年的重阳节你就要来捐1200，5年为一届，连续5年每年要捐1200，这是一种模式。第二种就直接捐款，看你的心意了，你想捐个500、300、1000、2000、5000，好叔回来也捐了5000块嘛，这个其实都是这种是直接捐款嘛。第3种模式呢就是捐物，
五岭村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现在大家都出去开那个小商超，超市里面什么都有，这些乡贤他就会带一些比较老人家需要的，像柴米油盐啊，带一些回来。那像有的在海边呢，他会带一些紫菜啊、海带啊，这些回来就可以这边可以煮了。啊，这是第3种。第4种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外出，有一些地就没人种，放着，那就在这边上，他有的就说先给你老人家那边可以让老人家去运动，可以自己种菜，那我们就自己种自己吃，又省了一块。这是第4种。第5种就是他老人家自己家里种的，也拿来这边，因为正好结合我们村的一个积分兑换。举个例子，我今天做好事，我拿了一个菜，我就给你加1分，然后到年底我们会评前5名，啊，我们一个小鼓励，给你鼓励一个电磁炉啊，一个什么，对，一个小鼓励了，就是，这是一个正能量的激励了，就是这样子。文村长，你刚才所提到的，主要还是针对村里的老人家。那么你有没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吸引年轻人回来这个乡村发展呢？这个问题我们也考虑了很多。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了，在不断的给他，规划说怎么创收村才和村民回来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那像我们这2年做的就是这个养老院，我们就是招第三方，我们就有一个乡贤，他就很热心回来，就是把这个养老院给他运营上来。这个我们养老院现在的设计是可以居住100个老人，然后第2就是现在我们在开发这些山地种这些芦柑，也可以招引一些外出的年轻人，他有这个创业激情，他可以回来管理这个芦柑，啊，又有一个那个有收入，然后又可以把我们这个永春芦柑发展得更好。有没有年轻人想回来设立民宿啊，搞一些农家乐的这些东西呢？毕竟我们这边会比较偏远一点，但是也有村民跟我们讲说，哎呀，我们这么好的环境啊，这么好的空气啊，可以搞一些民宿啊，还有做一些什么假日游啊，或者是也可以做一些像让人家什么居家游这一块的，来这边住个1个月。所以说现在我们是依托我们的养老院，然后养老院那边做起来可以照顾老人，周边的这些老房子，我们现在也鼓励大家都装修上来了。下一步呢，当然我们是会去引进一些比较有这些创意的年轻人回来，看能不能把这些旧房子给它运营上来，啊，带动整个村庄的发展。永春也是很多华侨的侨乡，那么你有什么话要对这些侨民或者是一些侨民的后代，特别是好像我这一代呢，已经进入退休年龄了，有没有话对这一批人说？其实我们呢是在这边欢迎海外的侨亲随时回来给我们指导，或者是回来养老，特别是养老经常回来，家乡的人民都非常欢迎你们。那么我想问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养老院收费是怎么样的？其实现在中国的收费还是挺便宜的了。就以你们新加坡来说，可能每个月只要400-500新币，可以吃可以住，什么都可以，都已经付了。人民币是差不多2000块左右了，2000多块了。有些什么活动吸引他们过来这里养老？就是主要是休闲啊。我们养老院门口有一个大的垂钓园，你可以钓鱼、种菜。你要想可以自己煮饭的，也可以自己煮啊。然后你想可以自己种田的，都可以体验。你可以种原生态的、无污染的蔬菜、水稻、水果都可以。那么如果不是永春人，你会欢迎他们回来？欢迎所有的家人、海外侨亲。好，那你对这个五岭对它的未来的发展有什么长远的计划吗？
我们现在就是想把武岭建设成一个美丽宜居的小山村。那现在就是说，尽量以当地的一些特色，像永春芦柑采摘油，看能不能给它发展上来，就是种了芦柑可以吸引游客来采摘，采摘完可以这边住一个晚上、2个晚上，然后一些你可以体验，像带小孩子，现在城市的小孩子肯定是没有体验过什么种菜啊，拔菜啊，或者是水稻季节可以割水稻啊，还有什么的一些田园的活动。好，这样希望你的这些计划都能够一一落实啊。午餐的时间应该快到了吧？啊，对，我们听说那个免费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对，免费午餐每天都在正常的运作，然后特别是这些老人他们每天都会煮上一餐很好吃的午餐。欢迎海外的侨亲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这边体验一下免费午餐。好，我们现在过去吃吧。好的，好，感谢大家。下姜粉哦，看哦。我也是哦，有看到我吗？有，一定有。